大夫，手术成功吗？手术很顺利，放心吧。谢谢。好，不用客气。谢谢。还没走啊？你那台顺利吗？挺好的，很顺利。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？你说。您那边录像了吧？现在能给我看看吗？录像了，但是录像属于人和胸外的内部资料。陆大夫，如果陆大夫不再属于仁和医院胸外科了，是不可以随便借阅的。你这个人有意思吗？好啊，你不想看就算了。我现在人事关系还在这儿呢，我当然属于仁和胸外了。我看完这台录像我就走。老周，急诊那边怎么样？好，我跟你商量个事。你不是一直跟我要能人去急诊吗？我现在给你个最出色的，你接住了，给我用好喽。啊，我的妈呀！看懂了吗？懂，都懂，但是真做不到啊。要是谁都能做到，他就不是大神了。他不是装的，他是真够神的。以我的资质，估计就算点灯熬油，也做不到他这个地步。但如果你努把力的话，或许，或许。四床病历我看过了。二床病历。陆大夫，您没有更新医嘱吗？陈慧英一切平稳，医嘱我就不写了。今天是我在胸外的最后一班岗，以后就交给庄大夫了。最后一班岗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忙吧。庄大夫，没关系。下班了，回家吗？回家。你呢？我住华兴酒店，顺路吗？顺路。还是我帮你拿吧。我说了不用，不成。
哎呀，真可惜啊！跟你这样的传奇人物，只当了1天的同事。虽然我今天刚到，但是据我所知，杨主任只是认为你不适合做病区主管，并没有否认你是一位优秀的胸外科医生。怎么了？找什么？我以为杨帆在后面跟着呢，这都离医院好几百米了，还替他说好话，假不假？我明白，心里还是有偏见的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医院里面这一套，出了医院还是这一套，我都听疲惫了。那好吧，我们不谈工作，我饿了，你请我吃饭吧。吃饭还得我请你？你们美国人脸皮都这么厚啊？陆大夫，我可是今天刚到，地主之谊总该尽吧。就这儿啊？对啊，这儿最好了，全是家常饭菜，有烟火气。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天天吃星级酒店的人。老板，哎，来了，给我来一份炒面，少放辣椒，一个炸豆腐，一个卤蛋。你呢？一样，多放辣椒。好，2个炒面，一个微辣，一个特辣。稍等啊。你一个美国人还挺会吃，还知道配块炸豆腐。你别一口一个美国人，我是地地道道的纯中国人，10岁才去的美国。怪不得中文说的那么好。那你父母呢？在美国？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哎，特辣，微辣，谢谢。慢用啊。20多年过去了，这儿什么都变了，唯独这口面，味道一点都没变。手术录像看了？嗯。看懂了吗？你是想让我夸你吗？不应该吗？我请你吃面，还得夸你，你真以为自己是神啊？你别绕来绕去了，有什么就直说吧。说什么呀？你刚才说杨帆觉得我不适合当病区主管，然后呢，你就没把话说下去啊？不说了，怕你疲惫。我已经吃上饭了，有力气听啊，说。说吧，不说我怕把你憋坏了，而且我也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。那我说了，你可不带生气的。保证不生气。坦白讲，杨主任追究你的那3个病例，大咖写的张大爷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提了。食道癌的赵伟刚，你认为不必要用吻合器，我理解，也赞同。但你确实应该在手术之前跟病人解释清楚，有多种选择，由病人来做决定。至于陈慧英，你确实有不冷静的地方，你那个医嘱很容易引起纠纷，所以杨主任批评你，也不能算是故意为难。你知道我一天门诊的量是多少，手术安排是多少吗？目测是其他大夫平均值的2倍吧。我才11年的年资，就能带15年的副主任做手术，而且我是唯一可以列在专家栏的主治医师。
这靠的不仅仅是天分，还有我的努力和超常惊人的工作量。我知道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在你面前卖弄这些，有点班门弄斧了。我明白你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，为的不只是做一个出色的外科大夫。你的心思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治病救人，为了这个最单纯也最难的目的，其他的你什么都顾不上。为此，你还付出了常人应该有的快乐，天天泡在医院里。而跟你同龄的同事朋友，结婚的结婚，升职的升职，可你除了工作，得不到什么其他的乐趣，也没有其他方面的成就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你做了这些，现在的结果，却不是你觉得最应该得到的。领导不认可也就罢了，连你最看重的病人也不理解你，甚至还指责你。这个失落反差太大，所以你接受不了，对吗？知道了。老板，哎，结账结账。哎，来了，25。你不是说你不生气吗？谁生气了？那你这算是什么呀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没错。你这算是在认错吗？该认的错，离开仁和就算我认过了。如果杨帆想让我回去，犯不上让你这样来为他说和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你认为都没有道理吗？你还理解为我来替他说和？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听说过你，刚才看了手术录像，你的手术水平是高，比我高，我佩服你，所以你说的话我听。如果你现在告诉我，杨帆白天那样做不是排除异己，是单纯的为了让我改正错误，做一个好医生，那我现在就去向他道歉，收回我说的话。但是你真的敢说，他没有排除异己的心吗？谁告诉你所有上司对下属都必须要诚恳帮助，还不能有个人好恶的？你是有才华，是很努力，是在心无旁骛地救治病人。那所有的同事都应该欣赏你、爱护你，是吗？你一个11年年资的主治医师，不知道保护自己，避免被排挤，你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如果你认为上司排除异己打击下属是医院的常态，是对的，那是你的个人看法，可以保留。但是我认为不对，这就是你可以代替我做手术、代替我管理第一病区的根本原因。庄教授，我叫你一声教授，不代表你可以站在这儿训我。你别走啊！傅老师，这么晚了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院里为了加强急诊科的建设，准备调大外科3名骨干去急诊。你以前不是考取过急救医学的资格证吗？你准备一下，明天去报到。我知道你是抹不开面子才要走的，其实你还是想留下来的。去了急诊就不能手术了，那我还有什么用呢？你是觉得这样留下来心里委屈吗？晨曦啊，这里不是学校，医院也不是象牙塔，技术再好，让人抓住小辫子也会栽跟头的。现在把你调到急诊，我也剥去了一个副高职称的名额。你好好干，把职称先拿下来。退休前，我尽力把你调回胸外。谢谢傅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急诊。到急诊虽然是权宜之计，
但你要好好干。钟主任听说你去了，很高兴，不要让他失望。有时间，你帮助一下陈少聪，这孩子进步太慢，你是他的同学，也是有责任的。好，您放心吧，那您早点休息。刚才傅老师说了，回仁和去急诊吊伤，你都听见了。我知道，副院长一直对你很爱护。傅老师对任何后辈、所有病人都是一视同仁，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区别对待过别人。你这么肯定？难道不是吗？祝你继续幸运下去。嘿，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傅大夫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您看看我的伤口才好。这个你不要给我说，你给院里说，院里已经决定了。傅大夫，可是院里他根本不见我呀。那您给邱主任说去，这事我管不了。走走走。傅大夫。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昨天大咖血病人的手术和连环车祸抢救中，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庄树教授就参与工作，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今天，庄教授作为教学主任及医病区主管，正式加入仁和医院胸外科。我相信他的到来，一定能促成仁和医院的医疗水平和科研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。让一下，这边。这两天还要多注意啊。如果有呕吐、头晕、看东西重影，赶紧来急诊。伤口不能沾水，3天以后来换药，6天以后再拆线，好吧？好了，谢谢医生。哎，晨曦，哎，接着缝这个，左腰腿划伤，自行车骑沟里了，快点。来，先给清创。哎，好的。陈少聪，站住！我从早上到现在缝了8个外伤，做了2个烫伤清创，做了3个胸腔闭室引流了。你能不能给我找点有技术含量的活干？你以为我们这天天能开胸啊？欢迎来到仁和急诊。哎，黄东东呢？把刚才那化验单给我。
张大夫第一天查房就迟到了。问问吧。哎呦，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快走。好多了。体温、血压，还有今天的饮流量是多少？啊，体温37度2，血压160，饮流量270。入院的血压还有病史。血氧饱和度呢？啊，今天早上起来测过了。还没贴上。庄先生，刘长河，迟到了，迟到了。我就刚刚去厨房洗水果，他就把桌上的炸黄豆塞嘴里了。我怎么会想到他就能呛着啊？我早就说了，这孩子必须得放我那儿。我是按照科学的方法带孩子，那带孩子得按书上说的来。那桌子上能够着的地方，就不能放那能塞到嘴里的东西。他是我们张家的孙子，放你那算怎么回事啊？你现在把孩子都带成这样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外孙要是做开胸手术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这太后还没检查完呢，你做什么手术啊？你们还知道这是检查呢？让你们去儿童医院，你们不去，从进来就开始吵，没停过。别吵了。给我2分钟，让我听清楚孩子的心肺，行吗？阿姨听的时候尽量不咳嗽，尽量，好吧？来，好。刚才的饮流量应该是270是昨天的量。患者书中发生过1次房颤，应该24小时监测心率，你没有记录。患者书中的高血压，刚才这个血压偏低了，也需要引起重视。昨天手术到10点多，我还没。这个人什么情况？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昨天大抢救到后半夜才结束，庄大夫都知道来看看所有病人的情况，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你小点声。老头子今年71了，以前身体一直不好，前年做了1次胆囊炎手术，昨天晚上他说头疼，那么大手术。能行吗，大夫？张老师，患者15年前患有轻度脑血栓，10年前有胃溃疡病史，曾经轻微出血，8年前体检发现糖耐量异常，但一直没有服药控制，没有血糖记录，入院时血糖严重超标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啊？大夫，昨天我跟那小姑娘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，我忘了跟您说了。您说她这头疼。是不是前几年那个脑血栓的根儿啊？还有那什么糖耐量异常呢？要不要紧啊？老先生一直都是在我们医院看的病，我写大病历的时候调了他的既往病历过来。您不用紧张，老先生这个年纪做开胸手术肯定是有风险的，但是就像楚医生说的，既往病历都有，我们经过综合考虑之后，手术还是最好的选择。是啊。为救命，只能做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哎，过来！哎，出什么事了？陈少聪和他前女友掐起来了啊！在哪儿呢？在医生办公室呢。长得好看吗？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么多人啊！明明是你医生不想拉黑我，怎么我还不能跟朋友说呢？就这么点事儿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就是分手吗？你分手当面说清楚啊！你有没有点恋爱公德？
谈了好几个月恋爱不让见家里人，你这是奔着结婚去吗？你这就是耍流氓！那谈了几个月恋爱，你换了6回工作，我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，我怎么带你去见我家里人？你好，你是医学院高材生，说到底不就是一个小主治吗？房子是租的，车子是开了8年的2手车，你一个30大几的男人，你也有脸开？有本事你别作，我省钱我乐意，我用你钱了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你还好意思说你没花我的钱？你这件衬衫谁给你买的啊？谁给你买的？你说呀！给你，你买的行不行？给你了。来，超聪，你要干嘛？这可是医院啊，你可别耍流氓！耍谁也不耍你，拿着走。裤子也是你买的吧？来，给你，都给你啊！你不要吗？来，要裤子，都给你，真的身材不错。来，裤子、鞋、袜子，你超聪，你还真好意思啊！裤衩，你有本事脱裤衩！那裤衩是我妈给我买的，我凭什么给你呀？你这么大人，让你妈给你买裤衩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我妈还叫我宝宝呢，你管得着吗你？就是你，看见了。主任和护士长不在，你们要撒欢啊？我找不着老婆，我当和尚去，我也不找你，拿着东西赶紧走。赶会儿去。玩意儿，快走。看什么看？把门关上。要不要我给你找条裤子呀？可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你别拍呀！哎，杨宇，给我找条裤子。杨宇，杨宇，怎么样，铁人？我们门房这活儿其实不容易吧？啊？我头要被炒炸了。耳鸣，到后来我根本没办法集中精神。一堆人在那儿吵着，不回答孩子什么时候吃的黄豆，不回答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咳嗽了，就跟那儿掰扯孙子应该是姥姥带还是奶奶带，好嘛！我心想还好没动手，结果后面就来了一对在急诊动手的夫妻，那老婆那叫一个凶悍，我一边给这男的缝针，一边高度警惕身后，我生怕那女的扑上来再补一剪子，我还得接着缝。早就跟你说过了啊，那比起急诊来，门诊算是清闲的了。手术室那是世外桃源。世外桃源？你全麻了躺那试试。我就应该找一刚进院的实习生给你背皮。背皮也得你来。哎，我怎么记得你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穿的不是这身衣服啊？我去，你没看到什么不该看的照片吧？还有照片呢？没有。陆老师好。哎，陆老师，我吃饭。陆大夫又吃面呢？啊。你好。你手术的车祸伤员，一切指标都好，明天可以转普通病房。大咖血患者张根彩术后的情况也很稳定，病理是高分化，预后最好的组织分型。我建议化疗方案由我们医院出，让他们恢复后回县医院去化疗。陆大夫满意吗？满意，多谢。多吃点啊。真的假的？什么呀？特意跑来跟我说一声，说是风度还是礼貌？确实比你有风度。这人除了手术做得好的没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事儿真是处处让人琢磨不透。我们兄外待遇再好，你已经不是兄外了。我知道你提醒我。他们兄外待遇再好，能比得上老美？跟杨帆私交好，专门回来替我走。哎呦，太自恋了，真是不敢这么找存在感。不过我一想到是杨帆请他回来的，我真的有冲动要劝他，千万别被杨帆给利用。凉了。嗯？面凉了。
看来急诊还是没把你逮着。昨天还跟人势不两立呢，这过了一个晚上，今天就开始替人家操心了。哎，他刚才问你，陆大夫又吃面呢？怎么就又了呢？这柚子哪来的？谁说的？你问谁去？问我干嘛呀？陆老师离开胸外，大家都不开心，谁都知道他是真心教我们。不过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有点害怕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离开胸外，你还能主动去打招呼，这已经表达了你的态度。你倒是不怕我，从查房结束到现在，你问了我几十个问题。朱娟，你一直这么用功吗？其实我没想当医生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学的是画画，本来想考美院的，但是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家里人就希望我学医，所以我就考了医学院。哦，明白了，误入此行。张老师，我昨天看你的那台手术简直太漂亮了，我就想，我要是以后能有你一半的本事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所以，我会更加倍的用功，哑铃我都买好了。做一个好大夫的本事，可不是靠3、5天的激情志气。干我们这行，尤其没有捷径可走。张老师，我没听懂。你可以背下每一个数据，详细了解病人的信息，但这不是为了让上级知道，而是要根据掌握的这些信息，最大程度地减轻患者的危险。像刚才你面对一个即将手术的病人，你去重复他的病史，这就加重了病人和家属的思想负担。如果今天查房是考试的话，我会给你不及格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改的。快吃。钟主任，你好。哎，钟主任，这次急诊年会让我做直播演示，我就推着你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石少峰，你干嘛去？啊，我吃完了，我先走了，主任。这小子，我一来他就知道什么事儿。想让他在急诊年会上做个演示，说什么也不干。那么好的资质，整天吊儿郎当，不求上进。要不是当年留胸外的名额让刘长河给顶了，他也不至于这样。晨曦，来急诊委屈吧？委屈？当然委屈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在胸外怎么干活，在急诊就怎么干活。那在胸外怎么刺头，在急诊也怎么刺头？我又不属刺猬，见谁扎谁。在胸外那是不服杨帆，他不配。但您在我心里跟傅老师一样，是咱们仁和最棒的大夫，跟您我可不干。行，来急诊第一天就学会拍马屁了。嘿嘿，谁不知道咱们院急诊最忙最累，钱少麻烦多，谁都不愿意来。也就您一个老实人，当初被发配到急诊，一待就是这么多年。谁传的？什么叫发配啊？傅老师，我也是听别人瞎说的，说您当年在胸外得罪人了呗。仁和医院胸外科前任主任是傅博文，再前任主任是休敏琪。
觉着我得罪谁了？嗨，这2位老师的一风一德比杨帆不知道高到哪去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你来传，去吧。患者20分钟前突发剧烈胸痛，呼吸困难，出汗多，没有胸膜外伤病史，血压无明显下降。让一下。做血生化全套，心梗3项。好，请心电计划下会诊。好。怎么样了？不好意思啊，麻烦让一下。好，好好休息。2床徐芳英。葛如新家属，大夫，我是他女儿葛琳。你父亲发生症候闭心梗，他之前在哪儿诊断的冠心病？最近有没有频繁的心绞痛发作？心绞痛发作？他随身携带硝酸甘油，可能有冠心病诊断，我需要调他的既往病历。他的情况我不熟悉。你不熟悉谁熟悉啊？你妈妈呢？你是昨天妈妈要肺移植的那个吗？是我，陆大夫。昨天谢谢您帮忙让我母亲入院，她现在已经在胸外科住下了。我父亲他这些年在监狱。患者徐芳英是昨天陆大夫收的，门诊病历记录 COPD 6年，进行性加重5个月，伴发支气管扩张。曾经在2院住院治疗过，住院治疗期间 BOD 指数5，建议肺移植。准备上呼吸机，连夜 ICU。是。他家属呢？我2岁的时候，我爸因为过失杀人就入狱了，3年前才刑满释放。还有没有其他人了解你父亲的情况？他现在昏迷，我最好知道他的病史，还有曾用药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今天刚好去看他。你是葛淑欣的家属吧？我是。你父亲现在的心脏情况必须做溶栓治疗，可他的肝肾功能很不乐观，你可不可以把他既往的病历给我调了？对不起。喂。他父亲ICU， 我马上过去，我现在在急诊呢。陆大夫，我妈妈呼吸衰竭，已经上呼吸机了，我得赶过去看她。可你父亲这里的治疗也需要你签字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样吧，你跟肖主任在这儿观察你父亲的状况，我是你母亲的首诊大夫，我去跟胸外的大夫谈，有任何需要决定的，我给你打电话。主任，谢谢您。昨天我把他的病历、检查、医生建议都看了一遍。做肺移植是唯一延长生命的可能。
也是患者女儿的要求。但是肺炎稀缺，排队的话需要等6到8个月。他的情况，如果1周之内等不到供肺，就没有希望了。这一家人可真是。情况暂时稳定了，但这个回旋枝和前降枝堵了95%，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搭桥手术。先做相关的检查吧。如果他没有什么严重的禁忌症，明天一早安排手术。谢谢您，大夫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？大夫，我不做手术，不做。爸。